大家好，欢迎回到社会切片研究所。在香港繁华的都市霓虹背后，隐藏着许多神秘的角落。有的地方是徒步爱好者的天堂，有的地方是摄影家的秘境，但是有一个地方，即使在阳光最灿烂的午后，也会让经验丰富的行山客感到脊背发凉，让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宁愿绕远路，也不愿意经过那里。它就是传说中的香港第一禁地新娘潭。它不仅仅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水潭，更是一个被百年诅咒笼罩的死亡漩涡。在那里，时间仿佛凝固在了某一个悲惨的瞬间，从清朝时期一位新娘的凄厉惨叫，到现代年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离奇溺亡，从深不见底的潭水暗涌，到那条被称为夺命弯道的新娘潭路，几十年来，无数条的鲜活生命在这里戛然而止。有人说那是大自然的无情暗流，也有人说那是冤魂未散的索命复仇。今天就让我们拨开层层迷雾，走进新娘潭，去揭开这段横跨100年、交织着泪水与鲜血的恐怖真相。新娘潭位于大埔区的船湾郊野公园内，靠近大美都。这里呢，山峦叠嶂，植被茂密，一条清澈的溪流从高处奔腾而下，经过长期的冲刷，在谷底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水潭。潭水碧绿深邃，四周怪石嶙峋，其中一块巨大的岩石形状奇特，远远的望去，就像是一位头戴凤冠、身披霞帔的新娘，正对着水面梳妆打扮。这也是新娘潭这个名字最直观的由来。然而，在这个看似诗意的名字背后，却藏着一个令人心碎的悲剧故事。这个故事也是所有灵异传说的起点。相传在清朝年间，当地呢有一户人家嫁女儿，按照当时的习俗呢，迎亲队伍要浩浩荡荡地抬着花轿，翻山越岭前往夫家。女子出嫁那天，天气晴朗，锣鼓喧天，新娘子坐在花轿里呢，也是满心期待着自己新的生活。然而，当这个队伍行进到这片山林，经过水潭边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关于这个意外呢，有很多的版本，但是流传最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当时呢连日下雨，山路泥泞湿滑，一名轿夫在跨越溪流旁的岩石时，突然脚底打滑，整个人呢失去了平衡，而紧接着连锁反应发生了。其他的轿夫呢，为了稳住重心，也纷纷失足。只听一声惊呼，整顶花轿连人带轿都跌入到了旁边湍急的溪流中，最终呢被卷入到了这个深潭。而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红色的花轿呢，瞬间都被冰冷的潭水吞没，唢呐声变成了呼救声，而原本幸福的迎亲队伍瞬间变成了修罗场。据说呢，当时除了几个在岸边的人幸免于难，新娘和大部分的轿夫都溺水身亡。而后来在下游寻找遗体时，发现新娘的尸体呢，虽然已经肿胀，但是身上的红色嫁衣呢，却依然鲜艳如初，在水中飘荡，仿佛一朵盛开的血色彼岸花。而她的脸上似乎还凝固着临终前的极度惊恐与不甘。而从那以后，当地人就说，新娘的冤魂不散，她觉得自己大喜之日变成了忌日，心中呢充满了怨气，不愿意离去。于是她常常化作各种形态，在水潭边徘徊，等待着下一个替身，或者呢仅仅是想找个人倾诉她的悲苦。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传说就像病毒一样在民间蔓延，人们也开始注意到，这个水潭似乎也是真的不对劲儿。它的水深呢变幻莫测，明明看着很浅，但是一脚踩下去却深不见底。它的水流呢看似平缓，水下却藏着致命的暗涌。到了现代，虽然科学解释了地质结构和水文情况，但是那个关于红衣新娘的故事却如同梦魇一般，深深地刻在了每一个听过它的人心里。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似乎也都在印证着那个古老传说的真实性。
如果说清朝的传说是口耳相传的迷信，那么近现代发生的一连串的溺亡事故，则是血淋淋的现实证据。而这些事故呢，都有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共同点，那就是受害人往往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事发时呢，天气晴朗，风平浪静，而且大多数的事故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但是当搜救队拼尽全力赶到时，却往往只能够捞起一具冰冷的遗体。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17年8月27日，那是一个炎热的周日午后，阳光普照，正是适合郊游的好天气。一名24岁的青年男子带着几位朋友来到新娘潭边避暑，他们像往常一样在岩石上嬉戏拍照。而为了寻找到一个更加独特的拍摄角度，这名男子呢爬上了瀑布边缘的一块岩石上，而那块岩石呢看起来很坚固。根据同行的朋友回忆，当时的一切呢都看起来很正常，这名男子呢还在微笑着比手势。可是下一秒，灾难发生了，他的脚底下呢像是踩到了什么滑腻的东西，又像是呢被一股突如其来的暗流呢猛地一拽，整个人呢失去了平衡。他甚至呢都来不及发出一声完整的呼救，就滑入了潭中。朋友们呢都惊慌失措地伸手去拉他，可是水流的速度呢却快得惊人，水底呢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巨嘴，眨眼之间呢，男子就被卷入了深不见底的潭水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消防处迅速出动，潜水员、直升机、搜救犬全部上阵。他们在浑浊刺骨的潭水中摸索了整整2天2夜。最终，男子的遗体在距离落水点下游大约200米处的一个深水涡流中被发现。法医的报告确认，肺部充满了积水，是典型的溺亡，而警方也排除了他杀，定性为意外。但是就真的只是意外吗？很多在场的目击者和后来的探险者都提出了无法解释的疑问。当天的水流明明是平缓如镜，为什么一个成年男子会如此轻易地被卷走？而更有传闻称，在搜救的过程中，有经验丰富的潜水员感觉到水下呢似乎有一股诡异的阻力，那感觉不像是水草，也不像是岩石，而更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地缠住，硬生生地往深处拖拽。而这呢并非是孤立。2009年的7月，同样是暑期的旺季，也有一名青年在新娘潭游泳时遇溺，同伴呢立刻的呼救，游客也纷纷施救。但是当救援人员赶到时，青年呢已经没有了生命特征。而再往前追溯，1999年、1982年，几乎每隔几年，新娘潭就会吞噬一条生命。而在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令人胆寒的细节。许多幸存者在事后惊魂未定的描述，他们在落水的一瞬间，感觉脚踝处呢被一只冰冷的手死死地抓住，或者是在意识模糊之际，看到水下有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影子，正隔着浑浊的水波向他们悠悠地招手。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村民曾经对记者说，那个潭是有灵性的，他平时呢看着温顺，像是在睡觉，任由人们在他身边嬉戏。但是只要有人不小心冒犯了他，或者呢是到了他想吃人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变脸。那里的水底下呢有很多看不见的漩涡和暗洞，就像是一张张张开的大嘴，等着猎物自投罗网。科学专家当然有他们的解释。新娘潭地形特殊，瀑布的长期冲刷呢形成了很多深浅不一的坑穴，而岩石表面的青苔呢极度的湿滑，人一旦落水呢是很难借力再爬回的。而且山泉水的温度极低，入水之后呢就容易导致腿部抽筋，这些呢才是事故发生的真正元凶。可是为什么偏偏是这里呢？为什么这里的事故率远远高于其他地形相似的野潭？而每一个死里逃生的故事里，都隐隐约约地透着那股挥之不去的红色阴影。难道这些巧合就真的只能用青苔和抽筋来解释吗？但是真正恐怖的不仅仅是水里的暗流，因为正当你以为你侥幸逃过了水潭边的魔爪，驾车准备离开时，
或许下一场噩梦正在前面那个熟悉的弯道上等待着你。如果说新娘潭是水底深不见底的深渊，那么通往它的必经之路新娘潭路就是陆地上名副其实的鬼门关。这条路全长不过几公里，连接着大美都与沙头角，在地图上它只是一条细细的曲线，但是在香港司机的记忆里，它却是一道无法抹去的血色伤痕。沿途的风景虽然秀丽，但是它却以险和邪闻名全港，成为了无数亡魂最后的归途。死亡在这里似乎是有周期性的，而据统计，从2001年到2015年，短短的14年间，这条路上竟然发生了至少8起的致命车祸，有多条人命瞬间消逝。但是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不，仿佛某种沉睡的诅咒在2019年底被再次唤醒。从2019年年末到2020年，仅仅1年多的时间，死神又接连收割了3条鲜活的生命。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不是死亡的数量，而是这些事故都有着相似的令人窒息的情节。许多幸存的司机在事后都惊魂未定地描述，当他们行驶到南坑尾附近那个著名的急弯时，明明路况清晰，视野开阔，却突然感觉到眼前一花。有人看见路边站着一个穿红色传统嫁衣的女人，她低着头，肩膀耸动，似乎是在无声地哭泣，又像是在招手拦车。还有人看见一辆红色的轿车诡异地停在路中央，车灯疯狂地闪烁。可是当他们猛踩刹车准备避让的时候，那辆红车却像烟雾一样凭空蒸发了。可是就在这1秒的分神，地狱的大门打开了，方向盘仿佛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强行扭转，车辆瞬间失控，冲破护栏，翻滚着坠入了几十米深的山坡，金属扭曲的巨响成了生命最后的哀鸣。而在这些惨烈的撞击之外，还有一起案件，因其离奇和平静，更让人感到脊背发凉。时间回到1998年，一位黄姓男子带着2名年幼可爱的女儿驾车经过此地。那天呢，天气炎热，而他们呢却做了一个致命的决定，将车停在路边，紧闭车窗，开着空调睡觉。而这一睡竟成了永别。当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车内的3人因为吸入了过量的废气而中毒身亡，引擎还在空转，车窗紧闭。这一切呢，看起来像是一场普通的意外。但是你想一下，为什么一个父亲会选择在如此危险、弯道密集的路段停车休息？而为什么他们又会忽略掉了废气中毒的这个常识？难道是有什么东西迷住了他们的心智，让他们在迷迷糊糊中做出了违背常理的决定？而在那个狭小的车厢里，在他们闭眼的那一刻，后座上是否多出了什么不该存在的东西？而诅咒并没有结束。2013年，一名经验丰富的单车手，技术高超，对路况烂熟于心，但是却像着了魔一样，直直地冲出路面，坠崖身亡。2019年11月的深夜，一辆私家车失控撞树，司机当场死亡。而有目击者声称，事发前曾看到一道诡异的红光划过夜空。2020年的12月，又是同样的弯道，一名摩托车手连人带车坠入了深谷，粉身碎骨。这一连串的血案让新娘潭路成为香港司机心中的绝对禁地。在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圈子里，有一条不成文的铁律，晚上过了10点绝不接去新娘潭的单。如果一定要开车经过那里，那么就一定要把车载音乐开到最大声，用喧闹的人声去驱散死寂，并且嘴里呢还要念叨几句吉利话给自己壮胆。而最重要的是，绝对不能看后视镜，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镜子里映出的究竟是自己的脸，还是那个坐在后座上穿着红衣的他。传说那是当年溺亡的新娘，因为呢没能够坐上花轿到达夫家，她心生怨恨，化作红色的轿车或者红衣女子，在这条公路上日夜徘徊。她在寻找新的轿夫，新的伴娘伴郎，想要强行完成那场未完成的婚礼。任何看见她的人都将被她带入另一个世界，成为她婚礼上的祭品。
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科学也能够给出一套完美的解释。新疆坦路确实是一条典型的高危山路，弯多、路窄、坡陡，这里的湿度呢极大，路面常年湿滑，极易滋生肉眼难辨的青苔。一旦遇到雨后或者清晨，路面的湿滑程度堪比冰面，轮胎抓地力瞬间归零。再加上游客超速驾驶、单手骑车拍照、疲劳赶路，这些客观因素叠加在一起，确实是构成了极高的事故风险。但数据可以解释概率，工程可以修缮护栏，却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么多老司机都会在同一个地点产生幻觉，为什么那些看见红衣女人的目击证词会如此的高度一致。科学更无法消除每一个在深夜路过此地的司机心中那份莫名涌起的深入骨髓的恐惧。也许真正的危险不仅仅来自湿滑的路面，而是当你驶过那个弯道时，你并不知道副驾驶的座位上是否已经坐了一位看不见的乘客，他正在看着你，他在等你犯错，他在等着你的车加入那场永恒的婚礼车队。尽管背负着鬼域的恶名，但是新娘潭却从未真正的冷清过。相反，它依然是香港市民和游客心中最矛盾的热门胜地。那如银链般的瀑布、碧绿深邃的潭水以及四周原始森林的静谧，被公认为是大埔区最绝美的自然画卷。在社交媒体的滤镜下，这里更是最著名的网红打卡点。无数的年轻人慕名而来，他们追逐着那块酷似新娘的巨石，只为拍出一张惊艳的照片。他们架起相机，试图捕捉瀑布最壮观的瞬间。笑声、快门声、交谈声交织成一幅岁月静好的画面。但是，在这层热闹的表象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关于红衣新娘的惊鸿一瞥，深夜荒野中诡异的鬼火，还有风中传来的不明低语，这些目击报告会依然零星地出现在网络角落，尤其是在阴雨绵绵或者是夜深人静之时。而对于许多知晓传说的游客来说，哪怕是在艳阳高照的正午，当脚步踏上那个特定的弯道，当目光触及那片深不见底的潭水时，一股莫名的寒意仍会瞬间蹿上脊背。这种心理上的恐怖滤镜早已经成为了新娘潭体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看得越久，心里就越发毛。现在的新娘潭阳光明媚，游客如织，孩子们在岸边嬉戏打闹，情侣们在巨石前甜蜜自拍。它看起来呢，就像是一个普通而美丽的郊野公园。但是你仔细看，会发现呢，这里多了很多的警示牌，还有金属护栏，仿佛正阻挡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而即使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在驶过那条弯路时，也会下意识地急刹，死死地攥紧方向盘，眼神里透露出不敢松懈的警惕。平静只是现在的表象，敬畏才是人们心底最后的防线。而这里的传说也从未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不再通过血腥的故事来宣告存在，而是化作了一种无形的压力，活在了每一个路过者的心中，活在了每一次下意识的回头张望中。感谢收看本期视频。如果你也在新娘潭有无法解释的见闻，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别忘了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视频见。